日前，岛内各大媒体几乎是以泄密的方式，大篇幅报道台当局潜艇制造项目以及美国相关军售的细节，引发台当局和美方情报人员急忙进行情报侦搜和追查消息来源，甚至有媒体形容为岛内情报圈都动了起来。那么，台湾媒体都爆出了哪些重要信息？为何连美国在台协会的情报官员都感到担心？台湾制造潜艇首艇将提前下水，又如何来解读？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方知情人士称，台湾潜艇制造装备筹获阶段已进入稳定期，船段组合作业将于今年9月开始，首艇预计明年9月下水，最快甚至可望提前到6月。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称，台湾制造的潜艇采用混合型设计，6个船段和压力壳已经完成。今年下半年开始，很多设备将陆续装上，等到封壳涂装完毕，就是下水之时。蔡英文当局上台以后，就开始推行台建台造计划。2017年通过了总投资4000亿新台币，约891亿元人民币的所谓潜艇制造计划。按照原来的规划，首艇将于2024年5月20号下水，在2025年交付使用。如果明年能够下水，意味着比原计划提前了半年多时间。不过，评论员张烨认为，即便如此，也不代表这艘潜艇能够很快形成战力。是不是能够按照目前的这种计划能够在明年6月份下水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台湾的这个潜艇呢，它采取的是一个舱段组合作业，下一步主要就是一个焊接组合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工作应该说难度不是很大，但是下水和入役和形成战斗力，它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下水只是说我这个平台建设好了，可以在水上航行，但是我这个平台上所搭载的声纳武器、指挥系统等等包括它的操作系统，它的性能怎么样，它和这个平台的适配性怎么样，这都有很多的工作要来做。台军又没有以前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它真正要形成战斗力，我觉得恐怕还要等更长的时间。有观察指出，台湾制造潜艇项目此前一直被指进展不顺，不可能如期完工，如今却要提前下水，显然是政治凌驾于专业的操作。台湾中国时报曾披露，2024年5月以后，谁来担任地区领导人？新任领导人对潜艇制造的态度到底怎么样？另外，民进党能否持续在立法部门取得多数席位也是未知数。蔡英文因此要求项目小组与台船等单位将首艘潜艇下水时间提前到2023年，并在他的任内编列特别预算建造后续潜艇，避免计划生变。因为我们知道蔡英文上台以后，他确定的台军的军事战略是防卫固守、重城贺阻，更加强调这种非对称的战力。那么潜艇呢，它是这个隐蔽性很强的，而且打击力也比较强的这样一个武器。第二个呢，就是他要为自己增加一些政绩实际上我们梳理一下台湾的潜艇制造的这个工程的历史，可以发现从陈水扁上台之后就开始和美国谈制造潜艇的这个问题了但是经历了陈水扁，经历了马英九，这个事儿都没有做成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潜艇这个建造的这个项目里面也暗藏着蔡英文的私心。台湾地区于1973年8月1号正式组建潜艇部队，也就是256战队。1974年1月和4月，台湾海军潜艇部队装备了美国提供的2艘二手潜艇海狮号和海豹号，又先后于1987年和1988年从荷兰购回了海龙号和海虎号2艘海龙级潜艇。直到现在，台湾海军的现役潜艇也只有这4艘老爷艇。来自美国的海狮号、海豹号已经年过70，是全球仍在使用的潜艇中年纪最大的，早已不再出海，只能在港口作为训练艇。因此，台海军目前唯一具备作战能力的水下力量是来自荷兰的服役超过30年的海龙号、海虎号。不过，这2艘潜艇实际上是荷兰花台湾钱做试验的产品，一些不成熟的设备和设想非常大胆地用在上面，从一开始就既不完善也不安全。台媒报道称，台湾潜艇研发团队预估，原型艇的技术领先现役荷兰制海龙级潜艇约10年。
台船公司先前表示，原型艇长约70米，宽约8米，高约18米，采用 X 型尾舵设计，水下排水量为2500到3000吨。不过，台湾联合报报道称，现代常规动力潜艇几乎列为标配的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并未在自造潜艇中使用。有台军官员表示，自造潜艇计划是首次建造潜艇，技术挑战原本就已经很大，因此为控制风险，决定先不装 AIP。如果发展顺利，将来进行分批量产之后，再考虑是否安装 AIP。台湾的这种自造的潜艇，它的先进性或者说它的作战能力呢不会太高啊。首先呢，它的吨位呢大约就是2500到3000吨啊这样的一个吨位，那么它就属于中小型的这种常规潜艇。那么这样的一个吨位就决定了它的续航时间啊，包括它搭载的武器啊，就相对还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其次呢，它也没有安装像 AIP 系统，而我们知道 AIP 系统呢是当前这个现代的这个常规动力潜艇的标配了啊。如果它没有装 AIP 系统的话，那么它在水下的这个航行时间恐怕也只能是几十个小时了，那么它的隐蔽性和生存能力就大打折扣。事实上，台湾地区名义上说是自主设计，关键设备还需要向外采购。民进党当局将潜艇制造所需的技术分为红区、黄区、绿区3类。红区是指无研制能力，需向外寻求援助的技术，包括声纳系统、柴油主机、鱼雷、导弹系统等。黄区为获取有难度但有自制潜力的零件，绿区则为可自行生产的设备。2018年4月7号，美国国务院曾对台签发营销核准证，允许美国公司以商业销售模式为台湾潜艇制造提供相关敏感技术。这就等于给美国军工企业提供了一个授权书，同意其直接与台湾进行谈判。台媒称，潜艇制造最核心的红区装备部分由美国洛马公司提供作战系统整合，雷神公司提供数字式声纳系统。数字声纳技术呢，实际上是声纳这个探测领域的一个新的发展啊，对于提高潜艇的探测能力和它的综合作战能力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我们可以看出啊，它的2个这个意图。第一个呢，就是要进一步的提高台军的这种所谓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向台军出售一种先进的这种技术，来展示支持台独的这样一种姿态。这样做的话，它可以鼓励蔡英文当局进一步的采取对大陆强硬的这样的一种立场，来保持两岸这种分裂对抗，那么美国可以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此外，台湾潜艇还将配备18枚美制的 MK48 Mod 6 AT 重型鱼雷以及多枚潜射型鱼叉导弹。这18枚重型鱼雷来自美国国务院于2020年5月20号批准的对台军售案，金额达1.8亿美元。MK48 Mod 6 AT 重型鱼雷长5.85米，直径0.5米，重量约1.6吨，装有100到150公斤的爆破战斗部，号称单枚命中就可击沉或重创一艘大型潜艇或中型水面舰艇。除了威力大以外，其制导系统也比较先进，属于智能化鱼雷，并且航速高、前身大，特别适合攻击大深度高速潜艇和大中型水面舰艇。MK48 呢是美军自己的主战鱼雷，美军它目前的核潜艇包括它的俄亥俄级这个核潜艇都用 MK48 鱼雷，但是我觉得对于台军来说能不能用好这个 MK48 鱼雷呢，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在大陆掌握了制空权、制海权的这种情况下，它很难有拦截机或者其他的水面舰艇对它进行信息的支撑，对它进行目标的指示。如果它只靠自己的声纳系统、自己的探测系统来寻找目标，这困难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它是事先埋伏在一些重要的水道来进行伏击作战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也会对这个台海周边的重要水道进行侦查、扫海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发现它，对它实施打击。那么它的生存力是非常弱的。